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15章。线景摘自约瑟夫·鲁莱塔比尔的笔记本。约瑟夫·鲁莱塔比尔写道，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夜晚，也就是10月29日到30日的晚上，我大约在凌晨1点醒来，是失眠还是外面的声响？上帝的小动物那不祥的叫声一直传到公园的深处。我起身打开窗户，寒风夹着冷雨，四周一片漆黑，万籁俱寂。我重新关上窗户，那怪异的叫声再次划破夜空。我迅速穿上裤子和一件外套。天气恶劣至极，但是在这样的夜晚，离城堡如此之近的地方，谁能模仿阿热努妈妈的猫叫呢？我拿起一根短棍，这是我手头唯一的武器，然后悄无声息地打开了房门。此刻我身在走廊，一盏带反光照的灯将这里照得通明，灯焰摇曳不定，仿佛受到气流的扰动。我转过身，我身后有一扇窗户开着，它位于那条较短走廊的尽头。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和我的房间都朝向这条走廊，我称之为横廊，以区别于斯坦格森小姐套间所在的直廊。两条走廊呈直角相交，但是谁把窗户开着，或者说是谁刚刚打开了它？我走到窗边，探身向外望去，窗下约1米处有一个露台，它是一个底层悬挑房间的屋顶。如有必要，可以从窗户跳到露台上，再从那里跳到城堡的庭院里。寻此路径的人便无需大厅的钥匙了。但是何必想象这种夜间体操的场景呢？就因为一扇开着的窗户，或许这不过是某个仆人的疏忽罢了。我重新关上窗户，暗自嘲笑自己竟如此轻易地因一扇开着的窗户而编织出种种戏剧性的情节。夜空中再次传来上帝的小动物的叫声，随后便是寂静，雨点已不再敲打玻璃，城堡里的一切都沉睡了。我极其小心地踩着走廊的地毯前行，到达与直廊的交汇处时，我探出头，谨慎地张望了一下。这条走廊里也有一盏带反光照的灯，将周围仅有的几件物品照得清清楚楚。3把扶手椅和几幅挂在墙上的画。我在这里做什么？城堡从未如此宁静，一切都在安歇。是什么本能驱使我走向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是什么引领我走向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为何我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呼喊，去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我低下头，看着脚下的地毯，发现我的脚步正朝着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移动，被另一些早已去过那里的脚步所引导。是的，在地毯上，一些脚印带来了外面的泥土。我循着这些脚印，他们把我引向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认出了那些雅致鞋子的痕迹，那是凶手的。他竟在这可憎的夜晚从外面潜入了这里。是这样的，他水星，多亏了那个露台，既然可以从走廊的窗户下去，自然也可以从那里爬上来。凶手还在城堡里，因为那些脚印没有返回的迹象。他从走廊拐角尽头那扇开着的窗户进入城堡，他经过了弗雷德里克·拉尔桑的房间和我的房间，向右转，进入直廊，然后潜入了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我此刻正站在斯坦格森小姐套间的门前，站在前厅的门前，门是开着的。我悄无声息地推开它，我发现自己身处前厅，在那里，透过卧室门下方的缝隙，我看到一道光线。我试图倾听，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声音，甚至连呼吸声也没有。啊！要是能知道一扇门后的寂静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的目光投向锁孔，它告诉我门是锁着的，钥匙就在里面。
想到凶手或许就在那里。他来做什么？他会再次逃脱吗？一切都取决于我。保持冷静，最重要的是，不能走错一步。必须看看那个房间里有什么。我是从斯坦格森小姐的客厅进入吗？那样我就必须穿过书房，而凶手则会从走廊的门逃脱，也就是我现在正对着的这扇门。对我而言，在这个夜晚，尚未发生任何罪案，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能解释书房里的寂静。2名护士已在那里安顿下来，准备通宵看护，直到斯坦格森小姐完全康复。既然我几乎可以肯定凶手就在这里，为什么不立刻发出警报呢？他可能会逃脱，但也可能因此救下斯坦格森小姐。而且，万一今晚这个凶手并非凶手呢？有人为他打开了门，是谁？然后又把门关上了，是谁？他今晚进入了这个从里面锁上的房间，因为斯坦格森小姐每晚都会和她的护士们一起把自己锁在套间里。是谁转动了房间的钥匙，放那个凶手进来的？是护士们吗？是那2位忠心的女仆，老女仆和她的女儿希尔维吗？这不太可能。此外，他们睡在书房里，而斯坦格森小姐，正如罗伯特·达尔扎克告诉我的那样，非常不安且谨慎。自从她的病情好转到可以在房间里走动几步，我至今未见她离开过房间以来，她便亲自照管自己的安全。斯坦格森小姐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安和谨慎，曾让达尔扎克先生感到惊讶，也让我深思。当黄色房间事件发生时，毫无疑问，这位不幸的女士正在等待凶手。她今晚也在等待他吗？但是，是谁转动了钥匙，为那个在那里的凶手打开了门？难道是斯坦格森小姐自己吗？因为，说到底，她可能害怕，她必然害怕凶手的到来，并且有理由为他开门，或者说，被迫为他开门。那是什么可怕的约会？一场罪恶的约会，可以肯定，绝非爱情的约会，因为斯坦格森小姐深爱着达尔扎克先生，这一点我知道。所有这些念头如闪电般掠过我的脑海，却只照亮了更深的黑暗。啊！要是能知道，如果门后如此寂静，那无疑是因为他们需要寂静。我的介入会不会弊大于利？我怎么知道？谁能告诉我，我的介入不会立刻引发一场罪案？啊！要是能在不打破寂静的情况下看见并知晓一切。我离开前厅，我走向中央楼梯，走下楼。此刻我已身处门厅，我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跑到楼下那个悬挑出来的房间。自从亭子遇袭以来，雅克爸爸就睡在那里。我发现他已穿戴整齐，双眼圆睁，几乎带着惊恐的神色。他似乎并不惊讶见到我。他告诉我他已经起来了，因为他听到了上帝的小动物的叫声，并且听到了公园里的脚步声。那些脚步声正从他的窗前悄然划过。于是他从窗户向外望去，看见一个黑色的幽灵经过。我问他是否有武器。没有，自从预审法官拿走了他的左轮手枪后，他就没有任何武器了。我带上他，我们从一扇狭窄的后门进入公园。我们沿着城堡的墙壁前行，直到到达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在那里，我把雅克爸爸推靠在墙边，禁止他动弹，而我则趁着一片云彩恰好遮住月亮的当口，走到窗前，但避开了从窗内射出的光束范围，因为窗户是开着的。是为了谨慎起见吗？还是为了在有人从门口闯入时，能够更快地从窗户逃脱？哦，从这扇窗户跳下去的人，很有可能会摔断脖子。谁能告诉我凶手没有带绳子？他想必已做好万全准备。啊！要是能知道那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洞悉那个房间的寂静，
我回到雅克爸爸身边，在他耳边低语了一个词：梯子。起初，我想到了8天前曾用作观察点的那棵树，但我立刻发现窗户半开的角度使得这次即使爬上树，也无法看到房间里的任何情况。再说，我不仅想看，还想听，并且要采取行动。雅克爸爸非常激动，几乎在颤抖，他消失了片刻，然后空手而归，从远处用手臂打着大幅度的手势，示意我尽快与他会合。当我来到他身边时，他低声对我说：“来吧。”他带我绕过城堡的塔楼，到了那里，他告诉我刚去塔楼底层的储藏室，那是园丁和我的杂物间，找梯子。塔楼的门是开着的，梯子却不见了。出来时，借着月光，您瞧我是在哪儿看见它的？他指着城堡的另一端，一架梯子正靠在支撑露台的煤梁上，恰好在我先前发现开着的那扇窗户下面。正是那个露台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未能看见梯子。有了梯子，进入1楼的横廊就变得极其容易了。我毫不怀疑，那正是陌生人所走的路径。我们跑向梯子，但在我们正要把它搬走的时候，雅克爸爸指着城堡右翼尽头那个底层悬挑房间半开着的门。我先前提到过，它的屋顶就是那个露台。雅克爸爸轻轻推开门，向里面望了望，然后低声对我说：“他不在那里。”谁？看邻人。他的嘴再次凑到我的耳边。您不知道吗？自从塔楼开始修缮以来，看邻人就睡在这个房间里。他用同样意味深长的手势，指着那扇半开的门、梯子、露台以及走廊拐角处那扇我刚才又关上的窗户。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我还有时间思考吗？我更多的是在感受，而不是在思考。显然，我所感受到的是，如果看邻人在楼上的房间里，我说如果，因为在这一刻，除了梯子和看邻人空无一人的房间，我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让我哪怕是怀疑看邻人。如果他在那里，他一定是通过梯子爬上去，从窗户进来的。因为在他的新房间后面的那些房间被管家、厨娘以及厨房占据着，挡住了他从门厅和楼梯进入城堡内部的通路。如果是看邻人从那里经过，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以任何借口去到走廊，并确保窗户只是虚掩着，这样他只需从外面轻轻一推就能打开窗户跳进走廊。窗户并非从内部锁闭这一需求，极大地缩小了对凶手身份的搜寻范围。凶手必定是府内之人，除非他有同谋，对此我不相信，除非斯坦格森小姐本人事先已确保窗户没有从内部完全锁好。但是，究竟是什么可怕的秘密，会迫使斯坦格森小姐去消除那些将她与凶手隔开的障碍呢？我拿起梯子，我们再次动身，朝城堡的后部走去。房间的窗户仍然半开着，窗帘拉上了，但没有完全合拢。它们让一道光线从中透出，光线延伸到我脚下的草坪上。我把梯子架在窗户下面，我几乎可以肯定自己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当雅克爸爸守在梯子脚下时，我则手持短棍，开始向上攀爬，动作缓慢，极其缓慢。我屏住呼吸，我抬起脚，又极其小心地将脚落在梯级上。突然，一片乌云压顶，又一阵骤雨袭来。运气不错，但是就在这时，上帝的小动物那不祥的叫声使我在攀爬中途停了下来。我感觉那叫声似乎就在我身后几米处发出。如果那叫声是一个信号，如果某个同谋看见了我在梯子上，或许那叫声会把那人引到窗边。或许，该死，
那人就在窗边，我感觉到他的头在我上方，我听到他的呼吸，而我却不能看他。我头部哪怕最轻微的转动，都会让我暴露无遗。他会看见我吗？他会在黑夜中低下头来吗？不，他走了，他什么也没看见。与其说是听到，不如说是感觉到，他正悄无声息地在房间里走动。我继续向上爬，我的头已与窗台齐平，我的额头越过了窗台时，我的眼睛终于可以透过窗帘的缝隙向里窥视了。那人就在那里，坐在斯坦格森小姐的小桌旁，正在写字。他背对着我，他面前点着一支蜡烛，但是由于他俯身在烛火之上，光线投下的阴影使他的身形扭曲变形，我只能看见一个佝偻着的，如同怪物般的背影。奇怪的是，斯坦格森小姐不在那里，床铺整整齐齐，没有动过的痕迹。那么她今晚睡在哪里呢？毫无疑问，在隔壁的房间里，和他的女仆们在一起。这只是个假设。发现那人独自一人，我心中窃喜，可以从容不迫地准备陷阱了。但是，在我眼前，坐在那张桌子旁，仿佛在自己家里一般从容写字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如果不是因为凶手在走廊地毯上留下的脚印，如果不是因为那扇窗户，我几乎要以为那人有权待在那里，并且是由于某些我还不知道的正常原因才在那里的。但是毫无疑问，那个神秘人就是黄色房间里的那个人，那个迫使斯坦格森小姐默默忍受他致命殴打而不报警的人。啊！要是能看见他的脸，出其不意地抓住他，逮住他。如果我现在就跳进房间，他会逃跑，要么通过前厅，要么通过通往书房的右边那扇门。从那里穿过客厅，他就能到达走廊。到那时，我就会失去他的踪影。然而，此刻，他已是我的囊中之物。再过5分钟，他将比关在笼子里还要牢牢地被我掌控。他独自一人，在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里做什么？他在写什么？他写给谁？我开始下降，梯子放在地上，雅克爸爸跟着我。我们回到城堡。我吩咐雅克爸爸去叫醒斯坦格森先生，并且在我到达之前什么也不要告诉他。我去叫醒弗雷德里克·拉尔桑，这让我非常懊恼。我本想独自行动，在沉睡的拉尔桑眼皮底下独揽此案的全部功劳。但是雅克爸爸和斯坦格森先生都年事已高，而我也许不够机敏，或许我会力不从心。拉尔桑则不同，他习惯于制服歹徒，将人摔倒在地，然后戴上手铐。拉尔桑睡眼惺忪地给我开了门，眼睛因困倦而浮肿，显然准备打发我走，对我这个区区记者的臆测全然不信。我不得不告诉他，那人就在这里。真奇怪，他说，我以为今天下午我已经把他甩在巴黎了。他迅速穿好衣服，拿起一把左轮手枪。我们悄悄地穿过走廊。拉尔桑问我，他在哪里？在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里。斯坦格森小姐呢？不在房间里。我们走。不，还没。那人可能会逃脱。他有3条路可走：门、窗户，以及女仆们所在的书房。我会向他开枪。如果您打不中呢？如果您只是伤了他呢？他会再次逃脱，更不用说，他肯定也带着武器，让我来安排，我负全责。悉听尊便，他颇为友善地对我说。然后，在确保走廊的所有窗户都已关闭后，我将拉尔桑安置在横廊的尽头，正对着我先前发现敞开并已重新关上的那扇窗户。我对警探说，在我叫您之前，无论
如何都不要离开这个岗位。当我们要追捕他时，那人有100%的可能性会回到这扇窗户，并试图从这里逃脱，因为他是从这里进来的，并且也计划从这里逃走。您的位置很危险。那您的位置呢？弗雷德问道。我将闯入房间，把那人惊动出来。拿着我的左轮手枪，弗雷德说，我用您的短棍。谢谢，我说，您真是条汉子。我接过了弗雷德的左轮手枪。我将独自一人面对那个在房间里写字的男人。说实话，我并不介意手里有把枪。于是，在将弗雷德安置在平面图上的5号窗户后，我离开了他，并极其小心地走向位于城堡左翼的斯坦格森先生的套间。我发现斯坦格森先生和雅克爸爸在一起。雅克爸爸遵照了我的指示，只告诉他的主人必须尽快穿好衣服。我3言2语向斯坦格森先生说明了情况，他也拿起一把左轮手枪，跟着我们很快就到了走廊里。从我看到凶手坐在桌子旁的那一刻起，所有发生的事情加起来不过10分钟。斯坦格森先生想立刻冲向凶手并杀死他。这很简单，我让他明白，首先，不能因为急于杀死他而冒险让他逃脱。当我向他保证他的女儿不在房间里，并且没有任何危险时，他同意平息他的不耐烦，并让我来指挥这次行动。我还告诉雅克爸爸和斯坦格森先生，在我叫他们或开枪之前，他们不应该前来帮助我，并且我让雅克爸爸站在位于直廊尽头的窗户前，我的平面图上的2号窗户。我为雅克爸爸选择了这个位置，因为我猜想凶手在逃跑时会试图到达他先前打开的那扇窗户，并且在到达走廊的交叉口并看到拉尔桑在他面前时，他会沿着直廊继续逃窜。在那里他会遇到雅克爸爸，雅克爸爸会阻止他从通往直廊尽头的窗户跳到公园里。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凶手熟悉这个地方，而这个假设对我来说毫无疑问，他应该会这样做。事实上，在这扇窗户下面有一种伏笔结构，走廊的所有其他窗户都通向壕沟，其高度几乎不可能从那里跳下去而不摔断头。门窗都关得很好，甚至包括直廊尽头的储藏室的门。我已经亲自并迅速地确认了这一点。因此，再如我先前所说，向雅克爸爸指明了他的位置，并亲眼确认他在那里之后，我将斯坦格森先生安置在楼梯平台的正前方，离他女儿前厅的门不远。一切迹象表明，一旦我在房间里惊动凶手，他就会通过前厅逃脱，而不是通过女仆们所在的书房。如果像我想的那样，斯坦格森小姐为了不看见即将来到她房间的凶手而躲进了书房，那么书房的门想必已被她那不安的戒备心从里面锁上了。无论如何，她总会逃到走廊里，在那里我的人正等着她，封锁所有可能的出口。到达那里后，他会看到在他的左边，几乎就在他头顶上方，是斯坦格森先生。然后他会向右逃窜，朝向横廊，那是为他准备好的逃跑路线。在2条走廊的交汇处，他会在横廊的尽头看到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并在直廊的尽头看到雅克爸爸。斯坦格森先生和我将从后面赶来，他将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他无法逃脱我们。这个计划在我看来是最谨慎、最安全，也最简单的。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在斯坦格森小姐书房那扇门通向卧室的门后安排人手，也许那些不动脑筋的人会觉得更容易同时堵住那人所在卧室的2扇门，书房的门和前厅的门。但是我们只能通过客厅进入书房。
而客厅的门已被斯坦格森小姐那不安的戒备心从里面锁上了。因此，这个任何交通警察都会想到的计划，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但是，我肩负思考的责任。我会说，即使我可以自由地调动书房的人手，我也会坚持我刚才阐述的计划，因为另一种直接攻击的计划会在与那人搏斗时将我们分散开来，而我的计划则是将所有人聚集在一个我以近乎数学般的精确度确定的地点进行攻击。这个地点就是两条走廊的交汇处。在以这种方式安置好我的人手之后，我再次离开了城堡，跑到梯子旁，把它重新靠在墙上，手里拿着左轮手枪，爬了上去。如果有人对如此多的事先预防措施感到好笑，我会让他去回顾黄色房间之谜，以及我们掌握的关于凶手那匪夷所思的狡猾的所有证据。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认为我的观察在需要敏捷和快速行动、果断和行动能力的时刻显得过于细致，我会回答说，我想在这里详细的叙述一个攻击计划的所有安排。这个计划的构思和执行都非常迅速，但用我的笔来展开却显得缓慢。我之所以追求这种缓慢和精确，是为了确保我不会遗漏任何关于产生那个奇异现象的条件。在新的命令和自然的解释出现之前，在我看来，这个现象比斯坦格森教授的所有理论都更好地证明了物质的分解，甚至我会说，是物质的瞬间分解。